我今年上6年级了，我的学校在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东什么什么路，大爷在吗？我的语文叫什么什么，数学老师叫什么什么，英语老师叫什么，班主任叫什么，大爷你能炸了我们学校吗？小学生真的是已经愤怒到要炸学校了吗？还要雇凶杀人？首先你还是得叫我哥哥，好不好？炸学校是不对的，小朋友不可以这么做，好不好？我们要努力读书，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音乐云文。这一期我们又来读小学生评论了。那么这个小学生评论3连系呢，将会是这一期的季中季了啊。那当然我们以后还是会做的。好，我们就来看。那么先来看一点正能量的啊。UP 主你好，我是一名初2的学生，不知道能不能读到这份私信。这份私信是为我一个同学写的，他因为抑郁症自杀未遂，哇，不得不休学。一开始我们没有意识到他患这种疾病，老师通知我们才知道的。他很喜欢这种小动物。据他所知，我老父亲跟老母亲是他唯一的特别关注，所以我在想，能不能在这条图评论下面带上这一条鼓励他。小朋友，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因为我经常收到这样的这些评论，也是支持我们做下去的这些动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位小朋友。虽然你才初2，你要想着你未来还有很多的日子要走，还有很多的苦要吃，所以你一定要加油，度过这段时间，以后都会好的，好不好，小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统一看一下有哪些不同类型的评论呢？有正能量的，还有罗志祥的很跟进时事啊，现在的人。骂人搞笑的，为小学生证明的，还有骗钱的，还有跟仓鼠有关系的，对我们提疑问的，猫咪问题的有很多，我们来一个个读好不好？你好，我是罗志祥，您给我1万，下次多人运动带上您这不是一条啊。你好，我是小猪罗志祥，因为前女友的控诉，法院已经冻结了我财产，我现在在外地拍戏，需要2万人民币买飞机票飞回台湾，如果能帮我下次多人运动，我就带上你。太跟进时事了，现在同学可以呀。好的骂人搞笑的，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怎么搞笑。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缺，就缺一顿社会的毒打。你能叫人过来把我打一顿吗？打了之后费用我会给你报销的。虽然我很想看到这个场景，但是打人是不对的。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不能干坏事，对不对？我日你妈，操你妈，操你妈，日你妈，就是老母。哇，这个同学你出口成章啊！屏幕前你们请把反弹打在公屏上，好不好？你猜我是谁？我是那个说你不给我们小学生面子的，我他妈还把我曝光了，现在只能重新换一个账号，我要举报我。这个面子还写错了，灭子的人这位小学生你要举报我，你好歹也写对字嘛，对不对？语文学好，在吗？是不是去世了不回你不一定去世，好不好？你已经12个小时没有更新了，我要不要报警？难道你失踪了吗？我是人我也得睡觉，你说对不对？你给我一个休息的时间好不好？妈呀！这个同学，这真的是一个小学生甚至我觉得他可能还没上小学他的头像我当然不能给你们看，我已经打马赛克了。小夫妻怎么还不回我？是不是让我打你们呢？这位小同学小年纪就不要这样了，打架是不好的。你的妻子太丑死了。当时我老婆看到这样私信的时候，她就笑了，你知道吧？她就笑了，一点生气都没有，一点生气都没有。因为我们的感觉就是在看耍猴一样，就是在看马戏团猴戏。我隔着玻璃在看一只猴子在那边懂我意思吧？就大概就这个意思，特别好笑。好了，我们来看一些给小学生证明的，当然小学生不是所有的，我都是这个样子的，好不好？UP 翻翻我认为小学生是心智上的幼稚，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人。对，其实说的很对，我一直认为有些人到了50岁他还是小学生，他的心智没有成长，依旧会说一些不着边际、前后没有逻辑的话所以小学生其实并不一定是上小学的人也可能是一些就是心智很像小学生的人。你将来不生孩子天天瞧不起小学生，将来你生孩子你也瞧不起你儿子，好不好？这不巧了吗？巧了吗？我是丁克。对不起，我不会有孩子。哥哥你好，我是一个5年级的小学生，现在确实有很多小学生做出了很多没有家教、没有素质，但是令人恶心的事情。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整个小学生的群体都当作是这样人。这个5年级小学生其实说的很好就不是所有的小学生都是这个样子，还是有很多的好学生的。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小学生都是熊孩子？因为只有熊孩子才会在网络上无理取闹，好孩子都不会无理取闹。这么想一想，是不是所以好孩子都不说话。说到这个呢，我准备来给大家说一个单独的个例。这个评论是我们很久以前收到的，1月18号当时我微博收到私信说在吗？我想跟你说是芝麻是母的。今天在微信上说到一个是芝麻是母的，还冒充你们管我要钱，要1万块钱，要1万块钱。大家听好
芝麻的那个人冒充他要1万块钱，然后问他有没有截图嘛，然后他说给我看一下，第2天他又不发，过2天又不发，我说你倒是发呀，然后我感觉到他这个头像我点进去看了，他里面发了一些自己的私照，是在看《想要与灰太狼》的，然后我感觉这肯定是个小学生，100%是个小学生，然后我就说你倒是发呀，然后他还真的发过来了，他发过来这个给我点钱，我要给桃子做绝育，要多少？1万块。当时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小学生乱搞嘛，难道是想骗我们钱吗？我们这样想，我们就说了啊，你把这个人微信给我，我们给你曝光一下，好不好？我们给你曝光一下，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被骗了，对不对？其实我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把微信给我，但是我就想吓他，我们立马报警，现在报警，我会跟警察说你被骗了，对不对？吓那小朋友，但小朋友后来就不理我了，因为他知道了嘛，然后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微信，加的都不是本人的那个，然后后来发现原来这小学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情，他之前还叫过火龙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火龙果，萌新人火龙果也是借了1万块钱啊！你看还是豆豆游戏世界，我不知道现在小学生到底是怎么了，为了引起博主的关注去回复他们，居然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找到你，我肯定会报警，我至少要把你抓进去，让警察叔叔对你做一下思想教育，小朋友啊，不可以这样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仓鼠啊，有很多人问我们一些仓鼠的问题。你好，我是你的粉丝，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家仓鼠生了7只宝宝，可是已经死了3只了。我不觉得这是好消息啊。我们有4个仓鼠笼子，有20几只仓鼠，放在笼子里不会打架。如果打架的话，就把它们从一个个笼子换来换去啊，分开来把它们。我试过了，反正总有一个笼子可以的。他还教我们用这样的方法。然后过了几天，他发过来说，我们现在有40几只仓鼠。仓鼠的繁殖能力很强的小朋友，你真的搞这么多仓鼠以后，家里全是仓鼠。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条，下一条是很难得的图片评论，好不好？这个小朋友你捏仓鼠好像有点用力呀，这个仓鼠怕不会被你捏出屎来吧？不要这么用力，真的小朋友啊！哎，这个小朋友拍了自己的照片给我啊，证明他是一个小学生。我们能不能去他家？因为他也养了一只仓鼠。上门当辅导老师啊，上门当辅导老师也得给钱呐，同学，小同学。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些对我们有疑问的啊。大爷，你的发量好少。我说了，叫我哥哥，很生气啊，我还很年轻呢，头发还是黑的呢。好的，看下一条。如果打游戏时匹配到的小学生一直用手雷炸你怎么办？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啊。我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来把手机给我。我操妈呀，神经病！平复一下心情啊，这个就是上一期的白茶，味道还不错，真的味道不错，好不好？这一条私信很神奇，请问您对最近美股4次熔断有什么看法？你认为美股之后的走向会怎么样？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启示？我是个宠物博主啊，小号也只是美食 vlog 博主啊。作为资深的一个5年的老股民，我告诉你说啊，我们的股市，我们中国的股市不是国家的主要发展方向。如果房价暴跌的话，那才最的惨啊。不过美国怎么样不关我们事，我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对不对？这个想问一下小哥哥小姐姐，你们觉得上班累还是上学累啊？本人初一啊，好喜欢我们家4个小可爱啊！初一的小朋友，我想告诉你说，其实我觉得2个都是很累的，非常累的，尤其是上学的时候考研。你现在初中可能还好啊，但是2个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上学的累是一个你有目标的，你读完这些书融会贯通之后，你就知道考试会考一个好成绩。但是上班的累是没有任何的作业会告诉你，需要你自己去努力，就是你没有一个方向来达到那个目标的，而上学是有一个方向，你可以读什么书来达到一个好的成绩，2种累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你好，你是妻管严吗？我这种男人，我会是妻管严吗？碗洗了吗？马上去。什么事都没发生啊。好，接下来是一些猫咪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好，猫咪的问题，哥哥你好，你不整蛊猫咪是怕猫咪应激吗？其实也不是的，有一些比如说简单的把黄瓜放猫咪背后啊，那种猫咪也不会应激，只是简单吓它一下。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去吓猫咪这种行为很恶趣味啊，这种行为很恶趣味，我不是很喜欢。哥哥，猫咪自闭了怎么办？你是怎么知道猫咪自闭的呢？虽然我不常看你的视频，但是我还想问你一句，有被你们家猫咪弄伤过吗？那是肯定，养猫哪有被弄伤过啊？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是最深一条，这个姿势有点奇怪啊，但是这里有一条疤，这条疤就是我给饭团去绝育的时候，当时他懵了嘛，他打了麻醉，然后我这样特别可怜，抱在怀里，然后慢慢麻醉消了之后就踹了我一脚，就把这个踹出来了。我是小学生，
你可以发一期视频让芝麻骑在桃子的身上，求你了。对不起，你求我，我还是不会这么做的，不可以啊，真的不可以，小朋友。哥哥姐姐好，我刚买了只仓鼠，能不能跟我一下养仓鼠要注意些什么？和刚来时候要注意什么？我是一名小学生，没有养过活物。小学生你就应该先要考虑一下要怎么去养，你再买吧。你不要买回来一头雾水，对不对？要不这样吧，我们大号我准备做一期小学生养仓鼠，给你们做个攻略啊，等你们看完再说，好不好？啊，专门给小学生出的。半仔小腹肌我准备养猫，但是我小学生别看了，小学生不要养猫，好不好？不要养。叔叔你好，可以送我一只猫吗？我家猫已经死了很多只了，可以拜托你的朋友送只猫给我吗？哎呦，好可怕呀，小朋友，你家猫死了很多只，还要送你给你一只，我不得不怀疑你的用心啊。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推荐东西的，怎么着？每次都得让我买东西啊？半仔小腹肌，我很喜欢看你们视频，还有。我们家的药也来一点呗，过敏用什么？感冒用999，气血不足用阿胶，用叫红仁堂，直接送你家。我知道你们家卖药，但是我也不想生病啊。这小朋友是好心啊，他不是说我们生病啊，但是小朋友有点可爱。你好，小哥哥，你能回我吗？推荐你们去吃五谷鸡爪，特别好吃。五谷鸡爪，好，大家看，支付成功啊，支付成功。我这每次做次视频，我感觉我还得往里面亏钱。好的，下一条啊，要钱要东西的啊，每次都有这样人。不在吗？我老母快死了，给我648治病吧。我把你视频都看了0.1遍了，虽然你这狗头加的有点多，但是我还是很认真的告诉你，不要拿自己的父母开玩笑，好不好？玩游戏归玩游戏，648归648，不要拿自己老母亲开玩笑，好不好？你们能不能送我们一些猫砂、猫条、猫罐头、营养物品？也没有，我们家我已经看你们视频半年多了。这个小朋友好像上面一条没截到，他应该是养了一只猫，但是家里什么都没有，电话也给我了，家里住重庆什么什么区，那个字我不会读啊。你要养猫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好不好？这猫到你家饿死了，过来什么都没得吃，好可怜啊这猫。然后我们看一条很神奇的评论，这条评论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的，大家可以去讨论一下这条视频。我很讨厌我爷爷奶奶，我1、2年级的时候对我很好，3年级的时候他们听一个人说孩子就会打，就会散养，我的日子就越来越难了，根本没事就打我，不管我的死活。我爸妈在外地，我也没告诉他们，越来越讨厌他们了。而且他说他得了抑郁症，然后越来越觉得对自己产生自卑，对自己人生观产生怀疑。这个小朋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回复他，因为我能做到的仅仅就是鼓励你，小朋友坚强一点嘛，因为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被爸爸妈妈打过来的，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出去，你会长大，你会去外面闯出自己的一份天地，你会有自己的小孩，你会有自己的家庭。这些事情可能在你的心里是个童年阴影，但是我相信未来有更多美好的事情会治愈你心中的这个童年阴影。还有一点，不要把这些事情用到自己的小孩子身上，好不好？我见过很多的父母就是小时候被打了，然后以后打孩子，好不好？加油，小朋友！好，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条，好不好？我要搞事情，这是给我的一个 flag， 对吧？他要我读绕口令，我绝对没问题。我是谁呀？你看我牙套都拿掉了，绝对没问题。我来试一下，好不好？很长的，我就读第一段，好不好？4小4和10小4，4月14日14时，40上集市，4小4买了44斤4两西红柿，10小4买了14斤4两细蚕丝。4小4和10小4，4月14日14时，40上集市，4小4买了44斤4两西红柿，10小4买了14斤4两细蚕丝。下面不读了，这个不会了。好的，那么这里就是音乐英文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一定要收藏、点赞、点关注，好不好？把我们视频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人来搞笑一下，好不好？我们以后也会出更多好玩有趣的视频啊。当然，下次小学生评论可能后面还会出，但可能会延后一点吧。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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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